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我才意识到，瓶装啤酒和罐装啤酒之间差别竟然如此显著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随便购买了，得仔细了解之后再决定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。在如今的聚会场合，无论是在家小酌还是与朋友欢聚，白酒似乎越来越少见，反而是清爽可口的啤酒更受欢迎。追溯到啤酒刚出现的年代，似乎只有玻璃瓶一种包装形式。然而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罐装啤酒在当今社会似乎更加流行。尽管它们都是啤酒，罐装和瓶装之间却存在不少差别。了解这些差异后，你可能会感到大吃一惊。下面我将整理并分享罐装啤酒和瓶装啤酒之间的区别。希望喜欢喝啤酒的朋友们能避免购买错误的选择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包装不一样。像这个罐装的啤酒，一般都是用这种比较轻薄的易拉罐来装的，而这种瓶装啤酒一般都是用玻璃瓶来装的，而且这种玻璃瓶它的厚度比较厚。第二个方面，便携度不一样。大家都知道，瓶装啤酒使用玻璃瓶包装，虽然经典，但容易破碎，不易开启，也不方便携带。而罐装啤酒则大为不同，易拉罐比玻璃瓶轻得多，成本也相对低廉，外出携带更加方便，并且开启简单。超市里罐装啤酒的种类通常较多，厂家也更愿意生产罐装啤酒。一台普通的机器每分钟能生产1500到2000罐，效率非常高。此外，罐装啤酒体积小，占空间少，对超市和家庭都十分有利。从安全性来看，罐装啤酒比瓶装啤酒更具优势。使用易拉罐时，您无需担心会发生自爆，而且避免了玻璃瓶破裂可能带来的伤害。现代人聚会时常常选择不同的场所，无论是在郊外、山庄还是烧烤摊，易拉罐的便携和轻巧使其成为更理想的选择。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抗震性能。易拉罐不怕摔碰，即使不小心挤压，最多也只是外观变形，不会破裂。此外，饮用完毕后，易拉罐也更容易收纳，只需将其捏扁，放入一个袋子里，就能装下多箱空罐。而玻璃瓶则不同，搬运时如何带来，回去时还得以同样方式搬走，显得不够方便。第三个方面，从稳定性来看，瓶装啤酒因其玻璃材质，相较于罐装啤酒的金属材质，稳定性更强，不容易发生形变和化学反应。罐装啤酒虽然材质的避光性良好，但由于过于轻薄，稳定性欠佳，经不起高温考验。一旦遇到高温环境，罐装啤酒容易释放出气体，导致容器膨胀，而玻璃瓶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另外，在运输过程中，若罐装啤酒受到剧烈摇晃，其中的一些金属物质会与啤酒发生化学反应，这很容易导致啤酒口味发生变化，影响饮用体验。第四个方面，开启的方式不一样。瓶装啤酒通常采用铁盖子，开启时需要使用开瓶器，这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显得麻烦。而易拉罐啤酒则使用易拉环设计，打开时只需拉起环即可，操作简单方便。在快速开启和省时省力方面，易拉罐啤酒显然更具优势，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选择易拉罐啤酒会更加轻松，避免了开瓶器的使用。此外，由于易拉罐的设计，甚至小孩也能轻松打开，这使得易拉罐成为了更为便捷的选择。因此，在选择啤酒时，如果希望开启方式更加简单，易拉罐啤酒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方面，就是罐装的和瓶装的，它俩的材质不一样，避光性也不一样。啤酒对避光要求较高，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极易变质，这也是酒庄大多设有酒窖来储存啤酒的原因。瓶装啤酒现在虽普遍采用颜色较深的瓶子，
但即便颜色再深，无论是蓝色还是深绿色，始终存在一定的透光性，遮光效果并非十分理想。而罐装啤酒的遮光性极佳，这使得罐装啤酒的保质期相对较长。玻璃瓶包装的啤酒，若长时间受到强光照射，会使酒体发生变化，进而影响口感。所以，如果有囤啤酒的需求，建议优先选择罐装啤酒。若追求更佳的饮用口感，且打算随买随喝，那么瓶装啤酒是不错的选择。但要注意查看保质期，生产好几个月的瓶装啤酒，可能在口感上已大打折扣，最好不要购买。第6个方面就是保质期不同。就我买的这2种啤酒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这个罐装啤酒的保质期为12个月，也就是1年左右，而我们的瓶装啤酒保质期则只有9个月。相比之下，瓶装啤酒的保质期大约缩短了一半，但它们的储存温度条件是相同的，均在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。从保质期的差异来看，如果您打算在家中储存一些啤酒，建议选择罐装啤酒，因为罐装啤酒的保质期较长，并且相较于瓶装，罐装啤酒的避光效果更好。第7个方面，口感也不一样。瓶装啤酒的灌装方式较为复杂，需经过2次抽真空、2次填充二氧化碳，将内部氧气充分置换干净后，再采用等压方式灌装。这种方式能让啤酒口感更为纯正。而罐装啤酒由于无法进行抽真空操作，只能通过喷出二氧化碳的方式置换氧气，导致罐装啤酒中的氧残留度高于瓶装啤酒。通常打开罐装啤酒时，会听到啪的一声响，这是因为罐装啤酒采用金属材质，抗压性较小。也正因如此，罐装啤酒喝起来有点像碳酸饮料。而且由于罐装啤酒采用铝合金制作，金属长期与酒接触，会使啤酒略带一点金属味，口感上不如瓶装啤酒醇厚。第8个方面，价格不同。从价格上来说，我们的瓶装啤酒相较于易拉罐啤酒要稍微便宜一点，并且它的量也比较多一些。说实话，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这个瓶装啤酒喝起来口感要比罐装啤酒的口感要好一些，并且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像这种的瓶装啤酒喝完之后，这个酒瓶子可以拿到我们购买的地方去换钱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既省钱又环保。而易拉罐的啤酒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外出的时候会拿来饮用，喝完之后就直接将罐子扔掉了，这样呢真的是既浪费，而且还不环保。以下是瓶装啤酒和罐装啤酒的区别。我们在选择时，可以根据不同场合或口味来做决定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家里备有较多瓶装啤酒，但一时喝不完，记得要避光保存。而在外出时，建议优先选择罐装啤酒，因为它们更方便携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